2周之前的3月29号啊，在墨西哥的瓦哈卡海滩突然出现了8具遗体，目击者啊就赶紧把这消息啊通知给了救援组织。这些志愿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8名死者啊全都是女性，身上没有穿救生衣，有的女性身上的衣服啊已经被海浪卷到大海里了，看起来惨不忍睹啊。就在这8名死者的旁边，有一个亚洲面孔的中年男子，他呢浑身瑟瑟发抖啊，一边在哭泣。这些志愿者呢就用翻译软件跟这个人沟通。这个人说啊，他叫黄锦忠，来自于中国的福建。他原本啊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啊，通过走线想进入到美国。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这一带呢检查站密布，他们就选择乘坐快艇绕过这个检查站。但他们选择的这条海上路线，在走线这条群体中间被称为死亡之路，因为这个海湾中间啊平时啊风浪非常大，然后呢快艇又非常轻。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那天乘坐的快艇就赶上了强风。船上呢一共有9名乘客，除了他以外，另外8个人全是女性。船翻覆之后啊，这8名女性啊就全部罹难了。他呢就借助一个行李箱微弱的浮力啊，幸免于难。现如今啊，这黄锦忠啊被墨西哥的检察机关啊就保护起来了，当作证人啊，因为这是一起海难嘛，死了这么多人要调查。他在记者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说他们这8个人去世之后，好像在媒体上没有掀起任何非常大的反响。他说，如果死的是8个白人，或许就不会这样了吧。他悲痛地说啊，我这几天也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新闻呢，发现啊，墨西哥确实没怎么报道啊。因为对于墨西哥人来说，这条海上的路线好像是常年经常出事故，也经常死人。但是由于死的都是外国人啊，跟墨西哥关系也不大，所以墨西哥本地的媒体啊没有太大的兴趣报道这些事情啊。但是国内的媒体呢也没有报道这个新闻，因为对于国内的人来说，这8个人第一不是死在中国，第二又都是一些非法移民，想要从中国偷渡到美国的嘛，所以啊这些人的生命啊也不值得那么多关注啊，所以这8个人的死啊就显得那么无声无息呀。但我们今天就想讲一讲这8个人背后走线群体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人？为什么要走线？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走到美国？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啊？11月26号早上7点，连续走了4个小时了，一直沿着这个小溪走。我背了一个30多斤重的包，看还能不能坚持一个。话说我啊，第一次知道走线大概是2、3年前。美国有一个博主啊，他叫洛奇访谈录啊，是一个华人小哥啊，在美国就访问一些移民的故事啊。这几年前他就访问了一家从中国到美国的这个移民啊，这一家人呢，当时在访谈过程中就说他们是穿越了10几个国家走到美国的。当时我看到这个访谈的时候非常震惊。第一，我就知道还有人通过走路能走到美国。因为过去中国人偷渡到美国，我知道不奇怪啊，那不都是蛇头吗？那福建当年最早的那些非法移民都是通过那蛇头，然后用的集装箱或者是海上用的偷渡船运到美国。但是走路能走到美国，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仔细看了一下那期节目，才发现他们就是通过穿越南美洲的丛林，最后生生一家老小走到美国的。我当时非常震惊。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啊，走线的这个新闻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有些人开始走线的时候，就通过社交软件啊开始直播，开始拍视频。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在推特上叫一路向北的这么一个中国人啊，他从中国出发到美国走线的过程中啊，他就沿途就用手机来拍视频，穿越南美洲丛林的时候拍了很多浑身泥泞啊，那路啊那非常难走啊。爬了一座山，还有一座山，一山还有一山，我靠，这么高！拜拜。
好了，看没？牛逼吧？我看了之后呢，也是第一次，那时候对走线这条线路本身有了感性认识啊。那么再后来，那陆陆续续走线的那种就更多了。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一个叫天哥的人嘛，这个人呢，他当时是因为在推特上就发表好像言论吧，又是转载啊，是什么视频呢？结果就被中国的检察机关给抓起来了，判了刑。这个哥们儿出来之后呢，就发誓要离开中国，中国不自由嘛，他留着大胡子，要投奔美国，要寻找自由啊。沿途也全是用手机来拍摄啊，从穿越南美洲的丛林到了那个难民营，每天都记录的相当详细啊，那些细节也挺好的，还遇到一些打劫的啊什么之类的啊，过程还挺有趣的，我都追着看啊。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报道的越来越多，走线的这条群体呢也就被人所知道了啊。那么所谓的走线呢，基本上它的起点都是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为什么都要从这儿集合呢？是因为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是对中国护照免签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护照嘛，免签证的国家不多啊。那么厄瓜多尔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对这个入境的限制很多，但是厄瓜多尔没有太多的限制，有个核酸报告就进去了。所以你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你都首先要千方百计的通过坐飞机的方式赶到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几条路线呢，一般来说，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都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但是后来，伊斯坦布尔现在对中国的移民啊、非法移民管得比较严了。据说是那白本，比如说你的这个护照啊里头没有任何签证，那么土耳其现在都不让你上飞机了。那么有的是通过埃及啊，埃及现在转机去这个基多也是可以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吧，你只要飞到了基多，就算是基本成功了。因为你到了基多之后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你到了基多，一下飞机，你发现很多中国面孔的人都汇聚在这里头啊。你都不需要会英语，那么当地也有很多中国人开的客栈啊，这客栈专门接待中国人，住一晚上$15，吃一天饭$10。这客栈呢，也成为了这些走线中国人呢交换信息、结伴出行的一个周转站。到阿里公司来，聊了聊天，估计我是出行前最后一顿丰盛的早餐了。多谢你们。基多，好，谢谢。然后有些客栈的老板还做一些其他生意，比如说帮助这些走线的人介绍汽车呀，甚至要介绍马匹呀，还有介绍通过直升飞机的各种各样的生意都有啊。因为这些中国人在走线过程中各种需求都有嘛。总而言之，你从基多开始出发，要一路向北，穿过边境线进入到哥伦比亚。一旦进入到哥伦比亚啊，那么相对来说你就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你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签证进入到哥伦比亚嘛。这中间要穿过9个国家，什么巴拿马呀、洪都拉斯啊、危地马拉，反正一共是9个国家。最后一站是墨西哥，通过墨西哥进入到美墨边境，进入到美国，这就算成功啊。在整个这个走线过程中，最危险的线路啊，就是巴拿马的这个雨林。那么当地人呢叫达卡峡谷，这个达卡峡谷啊，总长大概有100公里啊，平均要走3到6天。这条路线呢，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它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中间到处都是沼泽、河流和原始森林，中间也没什么路。那么气候呢也变化非常复杂啊，也许1分钟之前还是晴天，紧接着就开始下雨，下雨之后啊，那山路就变得非常泥泞啊。那么这个过程中间，我看到前2年就有中国人在这个走线的过程中在这摔死的。据说是他们有人讲，在这个雨林中间走道，经常能看到死者的白骨，就在这个雨林的线路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雨林里头还有一些劫匪啊，这劫匪的专门喜欢抢中国人。为什么抢中国人呢？因为在这条走线的路线上，不仅仅有中国人呐，它其实走线的大军是以南美人为主。大家可以看地图啊，在整个这个美洲啊，北美是美国和加拿大这2个发达国家，下面就是墨西哥嘛，再往墨西哥下面是中美洲这些国家嘛，中美洲再完了之后是南美洲这些国家，中美洲、南美洲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发达的国家，但是穷的国家可比比皆是啊，像什么海地啊，是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穷的啊，所以传统上这些不发达的国家那些穷人啊，
就是通过这条走线的大军进入到美国，平均每年通过这条路线进入到美国的上百万人。你看拜登这几年啊，上台这几年啊，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的数量加起来已经630万了。中国人的比例不高啊，但是这些里头主力是南美的，因为南美这些国家跟美国接壤嘛，你只要日子过不下去了，你只要豁得出去，走路就一路能走到美国。所以这条路线中70%是南美的这些国家的穷人，还有20%是非洲人，剩下10%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这剩下10%中间有一部分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不是主力啊。但是中国人有钱，在走线的这条路线中间，中国人是最有钱的。因为中国人你要想通过走线去美国，你肯定得有一点准备。什么准备呢？首先你比如说你买得起机票吧，办得下护照吧，那你总要有一些钱嘛。他不是最穷的人，但是南美洲这些走线去美国的人，那可能就是赤贫，真的是为了就一口饭吃到美国的。所以中国人呢，一般走线的过程中身上还带一些现金，所以这些劫匪就会劫中国人，专门劫这些中国人。我在巴拿马热带雨林就是这样躲避劫匪的。我的手机，我的好手机都是放在这里，垃圾手机放在外面，然后拿502给它粘死，这样一拧，然后粘死，把杯套再一套 ，OK， 这就是一个杯子。这里是可以打开的，这里面都是可以装水的，上面也留点空气，给人感觉就是一个瓶子啊，完全看不出来。这里面可以放很多的钱，然后你最好是在这里垫点卫生纸白的，不要给人感觉黑漆漆的感觉，然后放上钱呀，你想放的东西。劫匪看了呀，就是个水瓶子，他摸都不带摸的这东西，这里面可以藏很多钱。当然，我听说啊，他们劫一般来说也比较讲职业道德，要讲究细水长流啊，也不会说把你的钱全抢光，一次呢就抢个$200、$300，或者把你身上的手机啊什么抢走啊，也不会杀人，一般也不会杀人啊，因为要是杀人的话太危险了，中国人不走了也抢不着了嘛，所以每次抢个$200，雁过拔毛。这样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的过来之后啊，不停的抢，那这个东西呢就放水养鱼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原始森林这条路线比较危险啊。但据说是巴拿马这个国家啊，是对中国这个也不是中国的，对整个走线上这些非法移民最友好的。你过了雨林之后啊，就是2个难民营，这2个难民营是国际难民署啊跟巴拿马政府联合建的。进入难民营里头有免费吃的，有免费住的，搭着帐篷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地方啊，中国人挺多的，据说都开始有了便利店，中国的便利店。那么这个零售店呢是由中国人运行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汉字啊，中国便利店，微信、支付宝兑换美元。所以说中国移民到这儿呢，可能都会到那儿去，比如说购买一些物资，或者兑换一些美元呀，还可以用微信、支付宝来交费。老板，这个多少钱？1刀，1袋1刀，2个苹果。前几天的美国之音的记者不是到这个难民营去探访嘛，看到了有不少中国人在那过程中间问他为什么要去走线，他说到为了自由，是吧？因为这个国家太不自由了啊。6、7个小时从那个第一难民营过来是吧？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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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您是去美国是吧？走了。自由之路走了多久啊？阿坎迪走了3天吧。在雨林里头走了3天您过这个雨林交什么保护费啊，什么向导费交钱了吗？这个肯定要交啊，要不然你不知道路啊。得交钱才有人带是吧？对，本来我们是走别的线的，然后那个有一个船翻了嘛，死人了，然后那个线就不能走了，我们走到阿坎迪。他就不管的，就把我送到阿坎迪，他就不管了，我们自己走的。您自己走的雨林啊？对。那这个雨林这么危险，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走出来？自由。什么自由？没有别的，就是自由。我也希望自由。中国没有自由？没有。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讲一讲这走线上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啊？在我看来啊，走线这个中国人呢，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确实在国内受了政治迫害的，就像那个天哥啊，他就是因为在推特上发消息嘛，结果呢就被抓起来判刑了嘛。那这个判刑，你想想，你有了案底之后，你在中国你在做事情就非常难了，备受歧视啊。
还有很多人就完全没办法忍受国内的政治环境，这部分人是有，但是实际上这部分人不是主体啊。在我看来，中国人通过走线去美国，还是以经济移民为主，就是想通过走线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国内，比如收入低，没有奔头，然后呢，希望通过走线到美国，通过在美国拿到身份之后啊，在美国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国梦。问一下，就是既然有这么多危险，然后又还要花5、6万人工一个人，是为什么让你做决定要来？因为国内很难生存了。你是在国内做什么？做工地。是因为过去这几年很难赚钱。对，然后结不到钱，他压工资不发工资，有的人做事2年拿不到1分钱，然后还被打。那还被打？对。还有一部分人呢，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女教育，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呢，对孩子比较好，你只要进入到美国了，管你非法移民还是什么移民，孩子受教育是一个天赋权利，学校不分彼此，马上就入学了。那么很多中国人都是把自己未来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苦一下，当一个非法移民，只要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成长起来，将来下一代的时候命运不就改变了吗？所以走线上的这个中国人基本上这几类啊。那么进入到这个巴拿马的那些难民营以后啊，一般来说就大巴车就开始往前走了啊，这车票是$60，其实也不便宜啊。那么很多中国人$60不算什么，但很多其他的国家的人，由于付不起这$60的钱，很多人就在这个难民营里滞留的时间还挺长的。据这些走线的人讲啊，在整个走线的过程中间，最危险的路段是哪呢？就是墨西哥，还真就不是中美洲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因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啊，它法治环境比较差，就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不太分得清这个土匪和警察，就警察有的时候当土匪，有的时候土匪当警察。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坐车的过程中间，大巴车、中巴车啊，那些非法移民要买票嘛，警察上来一检查，一看这些非法移民每个人要$200，有的人要$300，你不给他就直接把你抓起来，装到那个移民的监狱里头去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找律师，找律师起码要$500，然后再保释还要再花一笔钱，然后你还关很长时间。所以这些非法移民在路上遇到墨西哥的警察都是乖乖交钱。但是你想想这些警察，你说他这些行为，他到底是警察呢还是土匪呢？所以你分不清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片子一开始那些人进入到墨西哥之后还要走海路？其实没必要，你沿途上你坐汽车就可以过去嘛，对吧？就是因为他们要规避这些检查站，所以在规避这个检查站的过程中，宁可走一条充满非常危险的海路，结果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所以在墨西哥的过程中间，很多人都讲是最危险的。那么从基多出发到墨西哥的美墨边境啊，这个过程中间顺利的话，一般来说要1个月，不顺利的话有的走2个月啊。现在也分不同的线路啊，一般来说就是你要是没有钱的话，就是生走，沿途就生走。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中国人多了以后啊，据说在这走线的过程中也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服务。有的人可以坐骑马，你比如说在雨林呢，雨林现在就有的提供骑马服务，据说是$4000，给你把这个热带雨林给过去了。现在还有一些人提供什么服务呢？就是中美洲这些国家，由于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没有签证章嘛，没有入境章嘛，他们实际上是买不了飞机票的。但是有些人有本事，可以让你这些人就在某一个国家买飞机票，直接飞到美墨边境。就是把这个机场的这些人呢全部搞定。做这个生意的人主要就是中国人，也就是华人呐。现在在这个走线过程中间啊，有很多华人在沿途开这个中餐馆。这中餐馆表面上是看是做餐饮生意的，其实都是做背地的，为这些非法移民提供服务的生意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死亡之旅，就是快艇，那些快艇票多数都是华人的餐馆在卖啊。他们一般卖多少钱呢？一张票$500，但其实就是整个就是人家墨西哥的这些游艇、快艇公司啊，他们收一个人的票呢是$100到$180。那你想想，大头都被这些华人餐馆拿去了，所以这些华人餐馆啊，现在已经成了走线过程中间最赚钱的一个产业链。
那至于那些坐飞机能够搞定当地海关的，那赚的就更多了。所以这是整个走线过程中间啊，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些人如果是到了美墨边境之后啊，现在美墨边境之间不是修了边境墙吗？但是那边境墙啊，实际上也形同虚设啊，基本上你就都能过去。一过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投降了，向美国这个边境管理部门投降啊。投降之后呢，一般来说，在这个移民的监狱里关个2-3天，要经历一个叫恐怖面谈。所谓的恐怖面谈呢，就是那移民官要问你为什么离开中国，为什么要到美国。那中国人一般来说都想好了，要在中共受中共迫害嘛，是吧？或者是练法轮功嘛。说你别看李洪志李大师搞的那个邪教啊，他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中国人到美国政治避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嘛，你在中国练法轮功就把你抓起来啊，所以这法轮功到了美国之后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正当的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理由。美国这个国家虽然说啊，关于移民政策啊，它怎么说也在讨论来讨论去啊，但是它仍然是全世界对非法移民最宽松的国家。所以这些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走线的人进入到美国之后，57%以上的人都可以最终获得美国的身份，所以吸引了这么多中国人呢，通过走线去往美国。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啊，2020年之前通过走线进入到美国的人啊，一共只有15000人，这个数字是不多的，平均每年只有1000多人。2022年啊，2176人，也并不是特别多。到2023年的时候，陡峭上升，一下增长到了24314人。2024年，现在这不是才4月份吗？还没到5月份呢，已经有22292个中国人通过走线进入到了美国。也就是说，从2022年到2023年，1年之间暴涨10倍。为什么会这么暴涨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啊。一方面，就当时啊，此前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线路嘛。你想，要知道生生能走到美国去，我个人觉得啊，可能这个数字还不止这些，因为现在毕竟这个走线的知名度还是挺低的，而且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我一直有个假设，说如果要是中国就是墨西哥，比如说墨西哥中国跟美国直接接壤啊，那我觉得美国早就完了。搞不好习近平就当选美国总统了。你想啊，14亿人翻墙就到美国去了，对不对？美墨边境呢都是形同虚设的，一过去之后就变成了非法移民，过几年拿到绿卡，然后再就加入美国国籍了，然后就可以选举了。那你想想，还有拜登和川普什么事儿呢？因为习近平到那儿去一搞，中国共产党肯定美国就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啊。幸好还有个太平洋啊，但是尽管有这个太平洋，中国人想要走线到美国的这个巨大的需求还是空前存在的。你想想，这李克强不是说了吗？有6亿中国人每个月的净收入不是1000块钱人民币吗？你想想，这些人要是都能走到美国去，那你想想，我估计是6亿人得走掉3-4亿，是吧？所以，毕竟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想要到美国去非法打工、非法移民的这么一个需求。再加上到2022年、2023年的时候，一下子被很多人知道了。还有一个背景，就当时很多人传言说这个美墨边境啊，来自于走线这条路啊，会马上就要被关闭了，所以要去赶紧去。所以很多人都当时迫不及待的在2023年的时候拼命的走到通过走线去美国。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疫情啊管制最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国内哀鸿遍野啊，是吧？民不聊生啊，所以很多中产阶级啊，也包括这个下层的人，同时感觉到无望。那当然了，中产阶级有些人可以通过申请到美国的旅游签证，他如果要想非法移民的话，他买一张机票就去美国了，并不那么难。但是对于很多下层的人，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申请过护照，他其实即使拿到护照的话，也不可能拿到美国的10年签。因为美国的这个10年旅游签现在在中国控制得非常严，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要想通过非法移民的方式进入到美国，就只有通过走线这一条路进入到美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2年通过走线进入到美国的数量就是指数级上升。最新的数字表明啊，2023年啊，通过各种途径、非法途径进入到美国的数字，中国人呢是5.3万人。总体来讲，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里头啊，还不算太多，
但是我相信啊，如果走线这条路不控制的话，这条路线路上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的，将来有一天完全超过啊南美洲的这些传统的这些非法移民的这些国家，完全有希望。中国人只要知道什么事情，很快就会把这条路全部占领，这是中国人的特点啊。那么这些人进入到美国以后啊，一般会怎么样呢？就是他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监狱把他关完之后啊，2天之后，一般来说通过恐怖面谈之后就把他们放了啊。放了之后呢，他就在美国就是一个非法移民了，等待就是一个移民法庭的审判。由于现在排队的人很多，多数都要排个2-3年才能上这个法庭嘛。那么上这个法庭之前呢，你就可以在美国打工了。多数人呢，尤其是进入了加州的，都会到那个大名鼎鼎的丁胖子广场。这丁胖子广场那个地方有免费发食物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中国人聚集在一起打工的、招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往往成为这个走线群体中间的第一站。现如今啊，这些人进入到美国之后啊，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好了。我就看那一路向北啊，前几天他在推特上说，他说通过走线进入到美国的啊，如果你有点技术，比如说你会做饭，在后厨里可以做厨师，2口子比较辛辛苦苦的干啊，在加州差不多1个月可以拿1万美元，到有的州可以拿到12000美元。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什么技术，你就只能在后厨里头洗碗、洗菜。由于这2年通过走线进入到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中国人呢，又都普遍英语不太好，他都只能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职业里头互相竞争，所以竞相进入到后厨里去洗碗嘛，所以这个工资水平也在下降，差不多1个月只有3000美元，应该说不太高，因为3000美元的话折成人民币也就2万多块钱嘛。但是美国呢，吃住要比中国要贵，所以有些人到了美国之后啊，尤其是就是那些想要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在国内呢收入还不错的人呢，就会失望。所以呢，有些人到了美国之后啊，也会重新再回到中国。最近我看有一些就是媒体的报道，就是通过走线千辛万苦到了美国之后，最后呢又主动回国的，这是一批人。有些人呢，就顺利的在美国慢慢的留了下来，融入了这个国家，融入了这个社会啊。还有一批人呢，我看暂时找不到工作，其实过得也挺惨的。就是那个天哥，大胡子的天哥，到了美国之后啊，一开始也去丁胖子广场去找工作，始终没找到。没找到呢，有一段时间呢，流落到街头还乞讨。乞讨的时候，我看被有人拍到视频，还笑话他，说他还每天抽比较贵的烟呢。他有的时候拿中华香烟出来。到刚哥这边续个火，续半条命。那在丁胖子广场，大家不都知道有一个挺著名的中国人叫金牌讲师吗？那金牌讲师呢，就是要饭哈，他住在帐篷里头是吧？哎，兄弟们，今天又要到饭了。然后他就讲美国的各种情况，就是把他要饭的视频呢，都拍成了各种各样的视频，发在中国的抖音上、B 站上，然后就火了。图书馆可以充电，但是图书馆不能管饭啊。这外面我看到好多流浪汉啊，就是说这里躺一个，那里躺一个。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在哪儿吃的饭啊，还是说这周围也有收容所？今天收容所关门了，兄弟们。我说怎么外面去这个发食物啊，兄弟们？这不能收，这不能收，嘿！要的饭了，兄弟们！咋香啊，兄弟们！结果后来呢，有关部门可能觉得这实在是太有碍观瞻啊，就把这金牌讲师的，就是个视频呢，都给封杀了。我最近看这金牌讲师在 YouTube 上也开账号了，还打假呢，挺有意思的，好像穿的衣服比那要饭的时候要稍微体面了一点啊。总而言之啊，实际上这些进入到美国的，通过走线进入到美国的这个群体啊，实际上他后续的命运也是形形色色。有的人由于没有顺利的找到工作，沦落街头乞讨；有的人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又回到中国。但是也有不少人最后呢，由于顺利的拿到身份，找到工作，慢慢的在美国的社会留存了下来啊。这就是走线啊这条路线背后的故事啊。我一直在想啊，其实我觉得，其实移民呢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个世界啊，又由于各个国家国境的管制啊，
经济环境相差特别大啊，又不得不对这种经济的移民呢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性的措施。但不管怎么说啊，中国人通过走线这种方式啊，他想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有的人不愿意忍受国内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他们的这个跋山涉水啊，迈过万水千山啊，想要到美国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啊，都是值得尊重的。有人曾经说过，通过移民倾向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制度本身是否优势。你想想，这些走线大军的都是中国人，都是越南人，都是非洲人，都是南美人，想要移民到美国，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美国这个国家依然还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很多国内的人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拼命的在讲说厉害的我的国，中国现在变好了。客观上确实如此，但是啊，人的腿啊，人的这个两双腿啊，其实才是代表着两个国家最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假如说啊，有一天美国人开始翻越万水千山，要想偷渡到中国去，那就说明中国的制度真的具有了吸引力。否则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它留不住自己的国民，他们仍然想到别的国家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从中国到澳门，我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从亚洲到南美，我飞呀飞，我再飞到厄瓜多尔的几多，我要去哪里？我想去美国。为什么不直接从中国飞美国？因为我申请不到美国签证，但我还是想去美利坚合众国。因为签证，我也不能飞到墨西哥，只能飞到厄瓜多尔的几多。我为什么要走线？我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走线？我不想走线，我再也不想走线。我为什么要走线？我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走线？我不想走线，我再也不想走线。从南非到北美，我一路向北，经过哥伦比亚，7天7夜，冒着生命危险，我穿越了巴拿马的雨林。在雨林中，我看见了累累白骨，历经哥斯达黎加、吕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还有危地马拉。我在一路向北，终于到达墨西哥。历时3个多月，美国梦终于就在眼前。翻过美墨边境墙，我亲吻着美利坚的土地。我想笑又想哭，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我坐上了美国边防警察的专车，进了移民局的监狱。我获得了人道主义的待遇，我只想美美的
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走线？我不想走线，我再也不想走线。我为什么要走线？我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走线？我不想走线，我再也不想走线。我不想走线，我再也不想走线。我不想走线，我再也不想走线。